大叔一天要喝20瓶可乐，一口气就能干1瓶，家里摆满了各种可乐。然而喝可乐的原因竟然是为了治疗打嗝。大叔饱受打嗝困扰8年了，随时随地都会打嗝，一旦开始就不会停止，必须要喝可乐打嗝才会停止，但过不了多长时间又会重新打嗝，他必须不停地喝可乐，就连吃饭都没办法正常吞咽，刚吃2口就要去厕所吐掉，营养不良，暴瘦了几10斤。大叔尝试了很多方法，妻子会趁他不注意猛拍后背，捏鼻子憋气，还尝试过喝醋，一番测试下来，结果看来没什么用。大叔还听说过一个偏方，说喝尿很管用，于是大叔决定 그냥 생각만 하고 말았어요. 행복하더라고요. 大叔干活时打嗝又开始了，身边没有可乐，只能把玉米杆捅进喉咙，利用催吐来止嗝。晚上睡觉，大叔也要准备一个痒痒挠，打嗝的时候就要把它塞进嘴里，效果不明显的话，他会强迫自己喝高度白酒，靠着酒精的麻醉才能睡觉。来医院做了各项检查，没有任何问题，医生认为是心理问题导致的。这时大叔也说出了自己的故事。原来8年前，大叔和别人有过纠纷，当时闹得很厉害，大叔一气之下怒火攻心，突然就开始打嗝了。最后在心理医生的帮助下，大叔终于恢复了正常。好了，我是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大家只要看到别人摸肚子，他就会打嗝。看到电视上有人摸肚子，也会止不住的打嗝，然而摸自己肚子却没有任何反应。节目组觉得大姐是故意的，大姐一口否认，还说自己吃得很健康，也不喜欢喝可乐等容易打嗝的东西。问题是她在餐厅工作，顾客酒足饭饱后都会摸一下肚子，这使得她打嗝不断，有一次还吐到了锅里，顾客一下子都不饿了。后来顾客都知道了她这种怪癖，还开玩笑似的当她面摸肚子。她去过很多医院，都没有查出任何毛病，医生都以为大姐在开玩笑。没办法，大姐还尝试每天吃消化药，也没有任何改善。节目组抱着一丝希望，带她来到大医院进行了更彻底的检查，还是没有发现任何问题。那现在8成就是心理问题了。经过长时间的沟通，原来这个情况是5年前开始的。有一次呢，丈夫肚子痛，她帮丈夫按摩肚子，按着按着吧，自己就情不自禁的打嗝。丈夫看到大姐不停的打嗝，肚子立马就不疼了，但大姐却变成了这样。医生说，按摩过程中碰巧打嗝，丈夫肚子也碰巧好了，这让大姐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心理暗示，反正问题不大，以后不要太在意打嗝这件事，慢慢就会变正常。然而下面这个大爷打嗝更严重，他一天24小时不停的打嗝，即使憋气憋到窒息都没有用，根本停不下来，晚上都没办法睡觉。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6年，头发都掉光了，他得了高血压，甚至暴瘦了22斤。他尝试了很多方法，比如抬着头后仰，躺着喝水，一直吃柠檬，都无济于事。有时候实在忍不了了，他会拿出一根木棍捅到喉咙里催吐，这样会让他好受一些。去过很多医院，也没有找到具体原因。大叔说这种情况是6年前开始的，当时母亲刚去世，自己受到了很大打击，甚至患上了抑郁症，打嗝就从那时开始了。为了帮助他，大家带他来到大医院，经过内窥镜仔细检查，除了有1点胃炎外，看起来确实没什么问题。然后又推他去照 CT， 片子呢看了半天，终于发现了问题，脑膜中有一部分变得很大，压迫到了中枢神经，进而刺激到了横膈膜，才使得横膈膜异常收缩，导致不断打嗝。变大的这一部分，医生猜测可能是肿瘤之类的，但应该是良性的，有一种药物可以抑制它的生长。大叔的病是可以治好的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大叔激动地哭了起来。1个月后，大叔向节目组打来电话，说自己已经6天没有打嗝了。监控每天都能拍到一个神秘物体，通体白色，还带2个小翅膀，一闪而过，速度极快。刚开始呢，工厂保安认为是塑料袋之类的东西，但每天都出现就很不正常了。员工在监控附近找了半天，都没有看到任何塑料袋。诡异的现象不断出现，工厂另一个监控也拍到了奇怪画面，有一束强光射在地面上，好像是外星飞碟在盘旋，同时还能听到狗在大叫。出来呢，却什么都没有看到，光束只能被监控拍到。这件事很快惊动了工厂老板娘，老板娘呢是个文化人，她才不信什么飞碟之类的，让员工用纸飞机模拟白色物体，在监控前丢出纸飞机，监控显示纸飞机全身也发着光，和刚开始拍到的物体很像。这就对了嘛，之前的白色物体肯定也是个什么垃圾之类的。老板娘又让员工用强光手电模拟光束，虽然在监控上能看到强光手电形成的光晕，但是和之前稳定的光束完全不同，无论怎样模拟都达不到之前的光束效果。老板娘怀疑监控设备出了问题，找来监控售后人员检查了半天，售后却说设备一切正常。真的是奇怪。节目组又架起了多个摄像机，也拍到了神秘的光束。没办法了，请专家吧。专家左看右看，说这束光看起来和普通的光线不一样，光束很稳定，不会扩散，这是地球上的光源做不到的。难道真的是外星飞碟？专家左思右想也找不到合理的解释，还真成了未解之谜。同样遭遇怪异事件的还有下面这座寺庙。
寺庙里的荒废电梯每晚都会传来诡异的哭声，声音是从这个缝隙里传出来的。电梯底下好像住着什么东西。师太说，每次打坐念经的时候，声音就会立马停止。这东西好像很害怕念经，关键这是佛门净地，怎么可能会有那种东西？师太心里还是有点怕，每晚都会安排人念经到天亮。这东西胆子也是越来越大。有一次师太吹口哨，他竟然还回应了起来。那会不会是小动物之类的？师太说下面全是水，不可能有动物能存活的。那这电梯下面到底是什么？节目组决定把相机伸到下面一探究竟，左看右看，除了一滩死水，里面啥都没有。接着又把相机伸到水下，还是一无所获。师太想吹口哨引起这东西的回应，这次未能如愿，里面还是静悄悄的，实在没办法了。节目组决定拆电梯，还把电梯里面的水都排空了。工作人员壮着胆子爬了下去，环顾四周没有看到任何生物。工作人员不放弃，继续翻找。突然一只树蛙跳了出来，难道声音就是它发出来的？专家再次听了下录音，还真是树蛙的叫声。之所以声音和平时蛙叫有差别，是因为它们正处在发情期而已。解决了寺庙的问题，下边的玩具又出现了新问题。这个玩具频频传来怪声，只要静静的听，就能听到滴答滴答的声音。他有次还看到女儿半夜跟玩具对话，这把他吓了一跳。女儿却表示自己很喜欢这个玩具，真的是奇怪，一个实木玩具怎么可能会叫？有时候主人气不过，用力敲2下，它又会稍微消停一会儿。不过凡事要讲科学，节目组用话筒录下了这个怪声音，找到了声音分析专家，对录下来的声波进行了波长分析。专家说声波间隔不一样，很明显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，应该是某种生物移动时产生的声音。真是见了鬼了。主人拿着玩具又找到了一位木工，木工研究了半天，说自己没有听过这种声音，这不像是木头能发出来的。所以床里真的有某种生物吗？主人做了个奇葩的决定，把玩具带到了医院，干嘛呢？上 CT 机。医生们也是第一次给床做 CT， 看了半天，终于看到了一点点奇怪的地方。这个木头边框里面有个3厘米的东西，经过反复实验观察，医生确定这就是一只3厘米长的虫子，而且还发现了虫子吃木头的痕迹。看到这个东西，夫妻是想哭又想笑，原来都是他在搞鬼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这个植物一天能长3米，100年才会开1次花。神奇的是，大妈只养了1个月就开花了。几天前，大妈刚从医院出来，就遇到了一个怪和尚，什么都没说，就把这棵植物送给了大妈。自从这植物来到家里，发生了很多神奇的事，大妈的身体也在一天天好转。大妈认为这些都是这棵植物带来的，觉得植物被高僧开光了。从那时起，大妈每天都会精心照料，浇水都是用山泉水，嘴里还一直念叨着撒浪嘿呦。刚开始呢，它只是冒出了一个小尖尖，没想到一夜之间长到了3米，而且还在不停的往上涨。节目组架起相机近距离观察，植物肉眼可见的变大。那这棵植物到底是什么？为此，节目组请来专家小亮来鉴定这个热门生物。专家觉得很不可思议，说这东西根本不会生长在这里，当地的环境不利于它生长，长成这么高非常罕见。原来这种植物叫龙舌兰，这根长长的就是它的花茎，最后会在顶端开花。据说100年才会开1次花，但只要开花后，它就会急速衰败枯萎，一生也只开1次。几天后，龙舌兰真的开花了，看起来好像一把火炬，上面还泛着光，蜜蜂都被吸引来了。它现在的高度达到了4米，全村人都来围观，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见。据说龙舌兰开花就能实现愿望，众人纷纷低头许愿。然而下面这只小香猪表示不服，他家的宠物小香猪1个月就长到了300斤，2个男人都抱不起来，肚子都快碰到地板了，还长出了3下巴。本来是个迷你猪，结果现在一对比，主人变得很迷你，他直接从佩奇变成了八戒。有次主人想要抱一下结果闪到了腰，当时卖家还郑重承诺，迷你小香猪长不大，最多不超过30斤，假一赔10。可是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，主人才发现自己上了当，佩奇不仅能吃，而且长得飞快。主人找卖家售后，卖家说可以赔你10倍，你把货退回来，我们重新给你发10只小猪仔。主人一想，不对啊，我这不成养猪的了吗？毕竟养了这么长时间，都有感情了。主人决定给他减肥，第一步带上计步器，一块行走的五花肉上线了。刚走了2步，他就躺下了。主人以为他至少能走30分钟，结果他要休息30分钟。第2步吃减肥餐，用食物引诱他走路，结果主人却累瘦了。最后主人想到一个绝招，给佩奇制作了一个结实背带，前面吊上一根他最爱的胡萝卜。你别说，效果不错，他走路积极多了。几天后再次上秤，减肥效果非常明显整整减掉了半斤。最后主人表示会一直陪着佩奇减肥，希望佩奇能变回迷你猪。然而变大的不止佩奇，下面这家房子里也有个大东西，每天都有个不明生物趴在他家窗户上偷窥，上面还留下了巨大的指纹，纹路非常清晰怎么擦都擦不掉，而且只要太阳出来它就会消失。一到晚上呢，消失的指纹又重新出现，只有卧室的窗户会出现这种现象，就算更换了新窗户，指纹还是会出现。诡异的现象持续了好几个月，搞得一家人精神崩溃，怀疑是被什么不好的东西缠住了。节目组拿全程监控，结果一直到深夜都没有出现什么怪东西。白天一看呢，指纹果然消失了，这很不科学。那会不会是窗户本身的
的质量问题。卖家说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况，猜测是玻璃生产过程中吸盘导致的这种痕迹，但是现实中并没有那么大的吸盘。节目组在工厂继续寻找线索，玻璃的存放方式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，上面出现的纹路和家里指纹很像。老板说刚生产出来的玻璃很热，需要在下面垫上一层厚厚的油纸，那指纹会不会就是油纸印上去的？随后专家对着油纸分析了半天，说了一大堆我听不懂的，反正总之结论就是玻璃上的纹路还真是油纸印上去的。至于白天指纹就会消失，是由于温度升高导致的。主人这下放心了，说以后不用再换窗户了。好了，我是岳飞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